女孩重生回到3年前中药当晚，她被死对头拉着强行贴贴，只是这一次她没有再抗拒，而是主动抱紧了他。晕过去的时候，洛青青还在想，好不容易老天爷给她重生的机会，难道要被作死在床上吗？一夜荒唐后，她拿着衣物，强忍着浑身酸痛溜进浴室洗漱。上辈子她也是比秦时宴先醒来，因为秦时宴中的药比她多，绝大部分都被她喝下了。可她醒过来后，怎么都接受不了自己的清白这么荒唐的没了，于是急忙逃离了现场。结果继妹洛微微趁机潜进了房间，顶替了她的身份。后来各大新闻爆出金圈太子爷和洛家千金酒店共度春宵，她的继母更是想方设法让洛微微嫁进秦家，借着这个由头，各种给秦时宴道德施压，让她娶洛微微。洗漱完毕，洛青青正准备推开浴室的门走出去，结果就看到洛微微竟然从阳台跳了进来。此时洛微微还穿着酒店的睡衣，一眼扫到床上的秦时宴，她故意拉开自己的领口，一抬眼就能看到他胸前那片风光，眼看他快要凑近秦时宴，洛青青刚要出去阻止，结果床上的帅气男人却突然睁开了眼，看到秦时宴醒了，洛微微立刻露出一副委屈可怜又羞答答的模样。时宴哥哥，你总算醒了，昨晚我们发生什么了吗？秦时宴连看都懒得看洛微微，声音却冷得让人发慌。我们，洛微微一边说一边不安地咬着嘴唇，眼泪一下子就盈满了眼圈。秦时宴不耐烦打断他，你是结巴还是哑巴？昨晚你中药发作，你把我，其实有些话，特别是这种话，根本不用全说出来。但秦时宴却轻蔑地冷笑一声，把你怎么了？是睡了？时宴哥哥，洛微微整个人都害羞到不行，她低着脑袋，一双手也羞涩地绞着。时宴哥哥，你能不能别说的这么直白啊？都把人家说害羞了，呵呵，你可别装了，你有本事演，我却没眼看。秦时宴一脸嫌弃恶心，我还没恶疯到这么饥不择食，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啊，不明白自己查字典去，我又不是你的语文老师。洛微微一下子觉得无比屈辱，昨晚偷鸡不成蚀把米，最后还成全了洛青青那个贱人。可他太清楚洛青青的为人，他觉得洛青青肯定会为此崩溃，然后慌乱逃离现场，所以准备来个李代桃僵，这样他顺理成章成了秦时宴的老婆，直接嫁进他家，做金圈最风光的少奶奶。时宴哥哥，特么的，你有病啊？谁允许你这么叫我的？秦时宴望向洛微微，脸上全是厌恶，紧接着又盯着他翻进来的阳台那边，语气里满是摄人的戾气。你从哪儿来的，就从哪儿给我滚回哪儿去。当然，看在你这么贱的份上，我也能帮你一把，直接把你踹下去，省得浪费我时间。时宴哥哥，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昨天晚上你可是对我很热情的。洛微微一下子哭得梨花带雨，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对你热情，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也配吗？我秦时宴只是中了药，可又不是傻子，我睡的是谁，比谁都清楚，不需要你来告诉我。你赶紧给我滚蛋！等等，洛微微刚把手搭到门把手上，就被秦时宴叫住。洛微微心头一阵狂喜，下意识以为秦时宴后悔了，连忙转身高兴地回头，结果就看到秦时宴阴着脸看他。难道我说的还不清楚吗？什么？我说你从哪进来的，就从哪给我滚下去。秦时宴冷冷的一字一顿说完，洛微微脸一下子苍白无比，内心的屈辱已经到了极点，但又不得不照办。洛微微刚走到阳台那，结果再次被叫住，但这次喊住他的人不是秦时宴，而是洛青青。他一步一步朝着洛微微走了过去。洛微微看到洛青青出现，一开始根本不敢相信，很快眼神里全是嫉妒和恨意。此刻洛青青正穿着秦时宴的白衬衣，身上的那些痕迹全部在诉说着昨晚他和秦时宴度过了一个多么愉悦又激烈的夜晚。那些本来该是他的，洛微微快要气疯了，他气急败坏地指着洛青青，洛青青，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怎么还穿着时宴哥哥的衣服？你快把衣服脱下来，赶紧脱下来！洛微微似乎意识到自己态度不对，赶紧转变了语气，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那我该在哪儿呢？洛青青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衣服，随即眼神意味深长地看向秦时宴。至于衣服这事，她的裙子昨晚被秦时宴兽性大发撕成了碎片，只能临时找件穿了。洛青青突然伸手掐住洛微微的下巴，妹妹，你说我到底该在哪啊？洛微微被她冷漠的眼神吓到了，她感觉洛青青像是彻底变了一个人似的。以前她可是个超级心软的人，最见不得女孩子难过掉眼泪。洛微微只要撒撒娇，抱着她胳膊哭两下，诉诉苦，软软糯糯的叫声姐姐，她就会把什么好东西都给洛微微，帮着她撑腰，替她出头。哪怕那个对象是人人称作阎王爷的秦时宴，洛青青都敢撸袖子就是干。可现在她变了，啪的一声，清脆的巴掌声猛地落在洛微微脸上。洛微微一脸震惊盯着她，完全不敢置信她会打自己。她声嘶力竭地吼了起来：洛青青，你到底在干什么？你居然敢打我！你凭什么打我？啪！洛青青又是一个响亮的耳光扇了过去。她就是想打他，哪来这么多理由？真要找个原因的话，那就是洛微微实在太贱了，收拾这种人也是为社会除害。洛青青扇完还嫌弃地抽出一张湿巾擦了擦手，然后直接把纸巾甩在洛微微脸上。洛微微赶紧求助地望向秦时宴，时宴哥哥，你都看见了吗？洛青青就是个心狠的女人，她根本配不上你喜欢，对吧？秦时宴慢悠悠地看了洛青青一眼，声音懒洋洋的，话里透着欣赏。可我反而觉得她魅力更大了。你，洛微微气得不行，时宴哥哥，你怎么就看不到我呢？秦时宴挑眉回应，你要是想不明白，自己照镜子就懂了。秦时宴这张嘴一如既往的毒，不愧是抹了鹤顶红的嘴。不过洛青青还挺喜欢的。洛微微顿时破防了，她气得大声喊，秦时宴，你还要眼瞎到什么程度？我才是真心喜欢你的人。洛青青心里喜欢的是冷景晨，她根本没喜欢过你。秦时宴脸色瞬间冷了下来，屋子里的温度仿佛一下降到零下10度，他杀气冲冲地盯着洛微微，不想死就赶紧滚。洛微微被秦时宴的眼神吓到连连后退，还是洛青青体贴地扶了她一下，我的好妹妹，差点忘了告诉你件事，昨晚你给的生日礼物确实很惊喜，以后秦时宴就是我的人了，记得喊他一声姐夫，别再时宴哥哥的叫了，你们其实根本没那么熟。还有一点，洛青青突然伸手拍了拍洛微微那张红肿的脸，你可千万不要再打他的主意了，否则……他冲洛微微笑得又美又邪气，下一秒直接一把把他推开。洛微微啊的惊叫一声，身体便不受控制地倒了下去，随即就听到扑通一声响起，洛微微狼狈地从2楼落进酒店泳池里。他请来的记者正好看到了这场景，立马全都举着相机狂拍。拍什么拍？别拍了，都停下别拍了。洛小姐，不是你自己邀请我们来独家拍的吗？可是男主角
角怎么没现身？难道你要独自洗鸳鸯浴？一个人哪来的鸳鸯浴啊？那该叫什么？叫落水狗。这次算是白来了，没拍到桃色新闻，不过拍到当红小花郎被落水的照片也不错。与此同时，秦时宴穿好衣服正准备走人，结果刚到门口就被洛青青从后头抱住。秦时宴的身体瞬间一僵，洛青青声音闷闷地问道：“你要去哪儿？”秦时宴语气淡淡地回道：“我已经让人给你送新衣服来了，你再等2分钟，马上送到。”可他问的是你要去哪儿？这里是秦时宴常住的酒店，他一向不怎么爱回秦家，在酒店待的时间比回家的日子还多。昨天晚上，秦时宴的呼吸一顿，他轻声说：“你别担心，昨晚发生的事，我会当做什么都没发生，我不会让你为难。”洛青青一向巴不得和他撇清关系，真要是他来负责，他只会更讨厌他。可他却突然气鼓鼓地堵在门口，坚决不许秦时宴离开。你说什么？什么叫什么都没有发生？那我身上的这些痕迹难道是狗咬的？他指了下自己身上的草莓印，还伸手戳着秦时宴的胸口，一条条控诉他：“秦时宴，你昨晚狂冲直撞，一口一个宝贝儿欲仙欲死的时候，怎么不说什么都没有发生？秦时宴，你想吃干抹净不负责任吗？我才没有，我不是那意思。”洛青青眼圈红红的，委屈的要哭出来。你没那意思？那你刚才什么意思？秦时宴瞬间无话可说。同样的事情要是洛微微干的，他只想一脚把那个贱人踹去外太空。可此刻洛青青却红着眼可怜巴巴看着他，满脸委屈告状。他竟觉他像只胆小又可爱的兔子，心疼的巴不得把全世界给他。洛青青小声呜咽：“你说的那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红着眼瞪着秦时宴：“秦时宴，我真是万万没想到，你竟然是拔掉无情的大渣男，我不会这么便宜你的。秦时宴，你必须给我个交代。”秦时宴猛然睁大了眼：“你再说一遍。”洛青青直接扯着嗓子：“我说我要你负责。”负责？你确定？秦时宴不敢相信，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他不是早该像躲瘟疫一样躲着他吗？以前他一直觉得洛青青挺烦他的，他心里其实超级想负责，只是他深知他不需要。可洛青青却非常坚定地说：“秦时宴，我要你娶我，我要做你的妻子。”秦时宴足足震惊了好半天，才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洛青青，你确定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他很清楚，他知道上辈子其实他们应该在一起的，但因为误会和各种嘴硬，让2个人变成了死对头，一见面就吵。直到他被困火海，痛不欲生时，是他避之不及的秦时宴紧紧抱着他，拼了命的守护他，这辈子他再也不要留遗憾了。就在他以为秦时宴会答应自己的时候，结果他却忽然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一脸疑惑和紧张：“也没发烧啊，难不成是傻了？是突然抽风了，还是脑袋又进水了？”“青青，你别担心，我马上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脑子。”秦时宴做事一向雷厉风行，等他的特助江旭把衣服送过来，洛青青换好衣服后，他还真的打算带他去2医院做脑部检查。2医院主打神经病和脑子有病的问题。秦时宴，我没傻，我很认真，你愿不愿意和我结婚？秦时宴抬手敲了敲洛青青的脑袋，表情极其严肃认真。昨天还让我走人，今天就要和我结婚。洛青青，你可以任性，但别把婚姻当玩笑。他一旦认真了，他就完了。他自己清楚自己有多想娶洛青青，他对别人可以冷漠无情，唯独对他做不到。他不允许让他拿幸福跟婚姻开玩笑。秦时宴，我不是胡闹，我是真的想嫁给你。洛青青正说着，秦时宴已经拉着他进了电梯。秦时宴，你到底要我怎么证明？不如我们再睡一次。这话直接把秦时宴吓得快站不住，他又敲了敲他额头：“你是女孩子，要懂得矜持。”洛青青突然摸上秦时宴性感的喉结，咧嘴一笑：“矜持？你昨晚挥汗如雨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秦时宴脸瞬间红到脖子根，下一秒电梯门缓缓打开，秦时宴赶紧逃出电梯，却正好撞见那个让他陌生又格外上心的男人冷景晨。冷景晨就是洛青青从小时候开始喜欢，长大后更是深深爱着的男人。其实他和秦时宴也曾有过相处融洽的日子，可每冷景晨一现身，甚至不用他说一句话，洛青青就会毫不犹豫地丢下秦时宴。这一次会有意外吗？他刚刚说嫁给自己的话还算数吗？秦时宴看着自己手里握着的小手，在冷景晨出现的瞬间，洛青青情绪明显变得不对劲了。其实昨晚他喝酒买醉，就是因为冷景晨在外面出差，不能回来陪他过23岁生日。秦时宴感觉手心里的那只小手正一点点抽离，他呼吸猛然一滞，心口又开始隐隐作痛。果然还是这样，只要冷景晨一来，他甚至什么都不用做，洛青青就会立刻丢下他，然后朝着冷景晨飞奔而去。就在秦时宴压抑着心痛，准备松开洛青青的手时，下一秒，此时洛青青反而拉起秦时宴的手，然后与他十指紧扣：“以后我们都这样牵手好不好？”可秦时宴却没有回答他，他好像愣住了。洛青青又用力地晃了晃：“你牵手的姿势霸道又强势，我不舒服，我喜欢十指紧扣。”而远处的冷景晨见洛青青没有像以往那样朝他跑过来，立刻加重了语气：“青青，过来。”洛青青却越发地握紧了秦时宴的手，秦时宴却心下了然，最后他自嘲一笑：“是冷景晨不愿意回来陪他过生日，他想利用他来气冷景晨吗？”可明知道自己成了可悲的工具人，秦时宴还是放不开手里的小手。秦时宴就那么握着洛青青的手，从冷景晨旁边经过，擦身而过的瞬间，冷景晨直接拽住了洛青青的手臂：“青青，你再这样，我就生气了，你知道后果的。”洛青青打开冷景晨的手，她紧紧地盯着眼前的男人，满目都是讽刺。后果？什么后果？又是冷暴力吗？还是泼？青青，不要用无关紧要的男人来气我。说到无关紧要的男人，冷景晨还特地看了秦时宴一眼。冷景晨，秦时宴对我来说可不是无关紧要的男人。洛青青越发地握紧秦时宴的手，他是我的男人，即将成为我的丈夫，请你让开，别耽误了我们去领结婚证。冷景晨眸底的怒气瞬间升腾起来，他刚要靠近洛青青，秦时宴就跃身挡在洛青青的面前，他却嗤笑一声：“秦时宴，你还没有长教训是吗？在洛青青这里，你永远都上不了桌，你不过就是他用来气我的工具人和挡箭牌而已。”秦时宴还未开口反击，洛青青却突然捧住秦时宴的俊脸，随即就吻了上去。冷景晨，他不
不仅上了我的桌，还上了我的床。冷景晨瞬间目眦欲裂，你说什么？洛青青对着冷景晨嘲讽一笑，这么意外做什么？冷景晨，一直以来你都搞错了一件事情，我洛青青的爱情里从来没有所谓的工具人和挡箭牌，要是真的有的话，那个工具人和挡箭牌也只会是你，你不会真的以为你母亲给我催眠了，我就记不得那个喜欢叫我小青青的小哥哥是秦时宴了吧？你什么意思？洛青青微微一笑，什么意思？你回去问问你亲爱的母亲大人吧。说着他牵着秦时宴的手走了。看着洛青青和秦时宴远走的背影，冷景晨有种要失去他了的强烈感觉，他立刻追了上去，青青不要再闹了，你不就是气我没给你过生日吗？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我不记你就是。说着他就要去抓洛青青的手，秦时宴却是抬脚就朝冷景晨踹了过去，滚开！冷景晨猝不及防，瞬间被踹得倒在了地上。青青，我好疼！他叫的痛苦，加上又长得帅，卖气惨来，很容易让人心疼。秦时宴看向洛青青，却见他眉头微蹙，他自嘲一笑，他又被讨厌了吗？随即就松开了洛青青的手，洛青青也没有立刻回握住秦时宴，反而朝着冷景晨走了过去。冷景晨立刻得意又挑衅地看向秦时宴，秦时宴面色并没有任何变化，可是心里却一片酸楚。可下一秒，冷景晨的惨叫和不可置信的怒吼就传进了他耳里。只见洛青青将冷景晨给扶了起来，紧接直接左右开弓，给了他2个响亮的巴掌。贱男人，你不会觉得你装得很让人有保护欲吧？以前你这招对我有用，那是我脑子进水了。不过现在，呵呵。上完人，洛青青却朝着秦时宴飞奔过去，她亮亮的大眼睛里有些委屈。你干嘛不等我？教训垃圾是需要时间的，不是吗？秦时宴有些惊讶。你，洛青青拉起他的手，你放心，我只对贱男人这么凶。你和我结婚后，我保证不会家暴你的。秦时宴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半晌他迟疑的开口，你真要和我结婚？真的。洛青青小鸡啄米一般的郑重的点头，女孩大大的眼睛里都是真挚。秦时宴，和我结婚好不好？秦时宴紧紧地盯着洛青青，突然把她按在自己的怀里。青青，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要和我结婚，但婚姻是神圣而慎重的，结婚不该是冲动的产物。见洛青青兴奋的神情瞬间蔫了下去，秦时宴心里有些疼。这样吧，离婚都有冷静期1个月，那我们结婚的冲动期我也给你1个月，什么意思？洛青青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如果1个月后你还愿意和我结婚，那我们就立刻结婚。洛青青抬眸看着秦时宴，黑色的瞳孔里都是心疼和抱歉。对不起，我只考虑了我自己的感受，我忽略了你的感受。他应该徐徐图之，一点点的打开他的心结的。洛青青撅起小嘴儿，闷闷的说道：不结婚可以亲你和睡你吗？我突然发现你的唇又软又好亲，我想每天都亲你。听到这话，秦时宴的嘴角已经不可控制的扬了起来。可洛青青的下一句话瞬间让他的笑容僵硬住的同时还黑如锅底。可是你的技术不行，我昨天晚上又疼又不舒服。洛青青，干嘛凶我啊？我说的是实话啊，我和你说清楚是为了让我们以后的生活和谐舒服一点嘛。你技术就是不行，以后干脆我来主导好了。他说以后，秦时宴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又好了起来。洛青青撅着红唇嘟囔，好不好吗？秦时宴眉心狠狠一跳，这小妖精，他是想要他的命吗？可随即他狼心似铁的说，不可以。洛青青瞬间蔫了。秦时宴伸出大手摸摸他的小脑袋，天快黑了，我送你回家。不要，我昨天才和我爸爸吵了一架，我离家出走才1天，我现在回去会很没有面子的。秦时宴心疼的看着他，你们为什么吵架？受委屈了。洛青青叹了一口气，还能为什么？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呗。可洛青青想得很美，她不去找人家，人家却偏找上了她。她的好后妈又来亲切的问候她了。回到洛家，洛青青远远就看到那一家3口在餐桌上甜蜜温馨。她的后妈王兰给她的爸爸洛青山在添饭盛汤。青山，你这段时间工作忙坏了，我特地给你炖了你最爱的乌鸡椰子汤，你可要多喝点。洛府感动又欣慰的握住了王兰的手，辛苦了你了兰兰，娶到你这样的贤妻是我最大的福气。洛微微在一旁微笑调皮的插嘴，爸爸妈妈，你们也太肉麻了。洛府瞬间笑得更和蔼可亲了，他慈爱的说道，你啊，别总想着减肥的，女孩子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就是得多吃一点。洛微微娇娇一笑，爸爸你说的是，我都听爸爸的。洛府哈哈大笑，还是你乖，不像你姐姐一身的反骨。洛青青看得嗤笑一声，不屑的想，洛微微是当红小花，不过完全是洛家用钱砸出来的，因为她的外貌和身材在娱乐圈都很平平无奇，为了搏出位就只能拼命减肥，最后都得了厌食症了，现在居然为了讨爸爸的好，还真是能装。洛青青走进客厅，哼的一声，知道我一身反骨还叫我回来做什么？难道叫我回来就是为了阴阳我几句，然后给我看看你们一家3口的温馨时刻的吗？洛府瞬间怒上心头，气得直接拍桌而起，你这是说的什么话？王兰赶紧拍拍洛府，青青啊，你回来的正好，快坐下来吃饭。洛青青刚坐下，洛父就说，这一大桌子菜都是你爱吃的，你兰姨做了一下午，还不谢谢你兰姨，都是我爱吃的。洛青青指着面前的葱花和苦瓜，我从小就不吃姜和苦瓜，怎么都摆上来了？王兰脸色一变，随即尴尬地说，瞧我这记性，姜粒我随手就撒了上去了，至于苦瓜，你爸爸最近上火严重，特地让他消消火的。洛青青拿起筷子，随即就把筷子放下了，每个菜都有这么多的姜粒，兰姨你随手了好多次吧？对不起啊青青，兰姨真的是忙忘记了，那我给你挑出来。洛府瞪了洛青青一眼，你兰姨是长辈。洛青青撇撇嘴，长辈照顾小辈不是应该的吗？洛微微看不下去了，妈，你干嘛这么将就她？她就是仗着女人好，欺负你，欺负。洛青青指着洛微微面前的龙虾壳，这是爸爸刚给你包的虾吧？洛微微瞬间抬起下巴，得意又挑衅，是啊，爸爸最疼我了。微微不是爸爸的亲生女儿，爸爸都可以给微微包虾，我不是兰姨的亲生女儿，兰姨为什么不可以给我挑姜粒呢？难道兰姨从来没把我当作是女儿过吗？洛青青的话瞬间让所有人都尴尬了起来。洛青青委屈兮兮地看着洛父，爸爸可以把不是亲生女儿的微微当作是亲生女儿，
兰姨为什么不可以把不是亲生的我当做是亲生女儿呢？爸爸，你说是吗？哼哼，卖茶谁不会啊？果然，洛甫瞬间看向王兰，语气不悦。只此一次，下不为例。王兰面色委屈，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昨天你们父女吵架，青青又一晚上都没有回来，我担心了一整夜，所以今天做饭的时候有些晃神了，一个没注意就把姜粒撒进去了。这下锅又到洛青青这里来了。洛甫瞬间质问洛青青，你昨天晚上为什么夜不归宿？你去哪了？洛青青突然把视线看向洛微微，意味深长地说道，让妹妹来回答吧。微微，洛甫疑惑地看向洛微微，你知道你姐姐去哪了？那我昨天问你，你怎么不说呢？洛微微面色心虚极了。洛甫这才注意到洛微微的脸，你的脸颊怎么有些肿了？是姐姐。洛微微本就想告状的，可洛青青却突然搂住洛微微的肩膀，哎呦，还真肿了呢，是被谁打的呢？打得还挺对称和漂亮的。她笑脸盈盈地盯着洛微微咬牙切齿的嘴脸，好妹妹，怎么这么看姐姐呢？难不成你还想说是姐姐打的你吗？洛甫嗔了洛青青一眼，胡说八道什么？你虽然不靠谱，可打妹妹这种事情，爸爸相信你是绝对不会做的。洛青青瞬间笑意更深了，还是爸爸了解我啊。洛微微却更气了，她刚想发作，洛青青却又看着她故意说道，昨天微微给我过生日，送了一份好大的生日惊喜给我，爸爸，你想知道你的好女儿送了我什么吗？此时洛甫还真好奇了，他看向洛微微，微微，你到底给你姐姐送了什么啊？送了，他能说他送了洛青青和秦时宴一夜春宵吗？想到这里，洛微微更加瞬间怒不可遏，她激动的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洛青青，你这贱人，你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面前炫耀你和秦？洛父不可置信的看向洛微微，你刚说什么？洛父是个家教很严格的男人，所以此刻他非常生气洛微微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你怎么敢如此说你姐姐的？立刻给你姐姐道歉。洛微微看着洛青青得意的嘴脸，瞬间更委屈了，我不。洛甫愤怒的拍了一下桌子，微微，我从小把你当做亲生女儿视如己出，这不是你可以对你姐姐如此谩骂和无理的理由。我们洛家向来家教森严，那两个字你是从哪学来的？洛甫愤怒的转头看向王兰，看看你教的好女儿。王兰见洛父是真的生气了，立刻对着洛微微一巴掌扇了过去。洛微微不可置信的看着自己的母亲，妈，立刻给你姐姐道歉。王兰厉声道。洛微微屈辱的看向洛青青，眼睛含泪，咬牙切齿，对不起，现在你可以原谅我了吗，姐姐？洛青青却笑颜如花的回了一句，不可以哦，妹妹，我绝不原谅。洛微微回到房间，气得把房间里的东西一通乱砸。王兰推门进来，随即把房门反锁。洛微微一回头就又被王兰扇了一巴掌，妈，我还是不是你的女儿啊？你要不是我女儿，你现在能住在洛家，能当高高在上的洛家千金。王兰指着被洛微微扔在地上的那些珠宝首饰，怎么不想要这些了？那好，那我送你回你亲爸身边去，继续和你亲爸捡垃圾为生吧。想到自己以前过的生活，洛微微瞬间身体都颤抖了起来。我不要回去。洛微微害怕的抓住王兰，恳求的说道，妈妈，我不回去，绝不回去，不回去就把这些东西捡起来好好装好。洛微微赶紧颤抖着双手把那些珠宝首饰捡了起来。看到洛微微眼泪汪汪的，王兰走过去把她拥入怀里，微微，你要不想过以前的生活，你就得听妈妈的话。洛青山每天忙于工作，他最讨厌的就是回到家里听到一堆乱七八糟的烦心事儿，这也是他这些年渐渐的变得不喜欢洛青青的原因。可今天饭桌上，洛青青一句话你就绷不住了，原形毕露了，你简直太让妈妈失望了。你还想狡辩？你今天的样子和以前被我不动声色激怒的洛青青有什么区别？王兰叹了口气，不过也不怪你，洛青青今天的表现妈妈也很意外，她好像变得不一样了。妈妈，那我们该怎么办啊？洛微微生气又委屈，难道我们要一辈子这样委曲求全吗？不会的。王兰说的决绝，平时温柔的眸子里此刻都是阴毒。你给妈妈一点时间，洛家迟早会是我们的。深夜，洛家书房里，洛父对洛青青说，青青，得饶人处且饶人。洛青青正含着一颗棒棒糖，听到洛父的话，他拿出嘴里的棒棒糖。洛父不悦地瞪他一眼，都多大了还吃棒棒糖，没个正形。爸爸，你从小到大哄我的时候最爱给我买的棒棒糖，你以前总说我很好哄，给一颗棒棒糖后我就不会哭了。洛父有那么一瞬间的恍神，爸爸，变得从来都不是我，而是你。以前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可是现在你对我好一点点，你就要考虑王兰和洛微微的感受，你连送份生日礼物给我都要赶紧给洛微微准备一份一模一样的，又要给王兰准备一份更好的。洛父解释说，我这不是怕他们母女俩多心吗？你是爸爸的亲生女儿，可微微不是，所以爸爸害怕他们母女多想，从而导致我们家庭不和睦。洛青青冷笑一声，原来爸爸还知道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啊。可是爸爸，你考虑了王兰和洛微微的感受，那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洛甫瞬间哑口无言了。爸爸，我气的不是你给王兰和洛微微花更多的钱，可那是我的生日，为什么我再也收不到独属于我的生日礼物了呢？为什么连我生日的时候我都享受不到你的偏爱了呢？爸爸觉得我总向你抱怨是吗？可是爸爸，你仔细想想，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向你抱怨的呢？我又为什么向你抱怨呢？你是我最亲近的人，从小你就教我绝对不要委屈自己，有什么都要跟你说，可现在我说了，你又嫌我烦了，骂我不懂事了。洛青青说着说着，眼泪就啪嗒啪嗒的掉落下来。卖惨谁不会？上辈子他就是性格太直太刚了，这辈子他不会这么傻了。果然，洛父看到洛青青哭了起来，瞬间就有些手足无措。青青，你别哭啊！可洛青青却哭得更凶了。洛父在旁边急得来回踱步。青青，你别哭了好吗？爸爸知道错了，爸爸给你道歉。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洛青青知道必定是王兰。洛青青立刻附身在洛父身边说了几句话。洛父下意识的反驳：青青，别这么说，你兰姨不是这样的人，她最温柔善良了。洛青青不雅的翻了一个白眼，反正你照我说的做。说完，洛青青就捂着脸哭着跑出去了。王兰端着刚泡好的参茶
进来，青山，你打孩子了。洛青山想到刚刚洛青青说的话，立刻愤怒地摔了一个杯子。他太过分了，越来越任性嚣张了，我气不过就打了他。王兰眸底划过一丝得意，可嘴上却说，青山，喝杯参茶，别气坏了身子。洛青山接过茶，叹了口气，还是王兰你懂得心疼我。王兰却突然哭了起来。洛青山想起洛青青刚才的话，就有一句爸爸，他一定会哭，然后说自己没教好洛微微，对不起你，让你失望了。但其实懂的都懂，是敲打你多管我呢。王兰，你怎么突然哭了？王兰抽抽噎噎，我是自责，我没教好微微。青山，是我对不起你，你对我和微微失望了吧？洛青山叹了口气，我刚虽然生气，但你也不该打他的，他现在估计恨上我这个后爸了吧？不会的，你是微微的爸爸，别说他几句了，就是你打他，那也是他的福气。青山，其实我一直没敢告诉你，微微那丫头一直就很羡慕青青，因为任性妄为的孩子其实是最幸福的，懂事的孩子都是受尽委屈的。王兰说着说着，瞬间哭得更厉害了。洛青山却眸色复杂，因为又和刚才洛青青的话对上了。王兰这话既内含了洛青青任性妄为不懂事，又为洛微微卖了一波惨。王兰走后，洛府靠在椅子上，疲惫地捏了捏眉心。洛青青走过去给他按了按肩膀。青青，洛府此刻甚至有些不敢看自己女儿的脸，可洛青青却没有借机嘲讽说，爸爸，你看我说的对吧？你看王兰不是你想的那么单纯善良的吧？爸爸，你这个处境，我知道你也很为难的，所以我愿意受点委屈成全你的家庭美满。什么意思？洛府赶紧回头，意思就是洛青青红着眼睛低着头，从明天起我要搬出去住了。与此同时，秦时宴去港城出差了几天，回来后就陷入了 emo 之中。秦逸成百思不得其解地看着自家哥哥，哥，港城的项目不是拿下了吗？老爷子为此高兴的都合不拢嘴了，你怎么还闷闷不乐的啊？秦时宴没说话，只是坐在阳台边喝着闷酒，然后时不时地看看手机，可是手机很安静，别说电话了，就是条短信也没有，还说和他结婚，小骗子。秦时宴气得直接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秦逸成更不解了，他看向旁边的许文，许特助，我哥这是怎么了？许文一副了然于心的模样，朝秦逸成勾勾手指。秦逸成立刻凑了过去，还能怎么了？失恋了呗。秦时宴闻言，脸色蓦然一变，立刻把手里的杯子砸向许文和秦逸成，滚！被吓得滚出来的许文和秦逸成心有余悸的在门口深呼吸，缓过来后，秦逸成似乎想到了什么，难道又是因为洛青青？许文耸耸肩，不然呢？除了青青小姐，还有谁能让 boss 大人如此啊？秦逸成咬了咬牙，我和此女不共戴天。然而就在这时，电梯门缓缓打开，秦逸成就看到洛青青从电梯里出来了，他立刻气势汹汹地朝洛青青走了过去。嗨，秦小三！洛青青调皮地对着秦逸成挥挥手。秦逸成怒，我说了，不准叫我秦小三。洛青青立刻改口，嗨，秦老三。许文默默摸了一下额头的虚汗，青青小姐真的是气死人不偿命啊！秦逸成话说到一半，突然意识到什么，洛青青，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住这儿啊？那你？秦逸成顿时把眼睛瞪得像铜铃那般大，你什么时候住的这儿？你怎么可以住这儿？为什么不可以啊？我都搬过来好几天了。洛青青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直接把秦时宴对面的房子买下了。我的天啊！秦逸成瞬间意识到大事不妙，洛青青这妖女本就把他哥勾得三魂七魄都没有了，现在更是直接住在他哥对面，那他哥不是唐僧进入禅寺洞了吗？秦逸成如临大敌，不行，你不可以住这里，你赶紧搬走。洛青青高傲地抬起小下巴，你是谁啊？本姑娘凭什么要听你的？我哥不会允许你住这里的，那让你哥来和我说，让就让。秦逸成瞬间雄赳赳准备开门进去找哥哥，可他的手刚碰到门的瞬间，他立刻就退了好几步。依他哥对洛青青的在意程度，知道洛青青搬来住他对面了，不得开心的飞上天啊！洛青青，你走，赶紧走！秦逸成立刻掏出一张黑卡出来，你立刻搬走，这卡里的钱随便你用。真的啊？洛青青眼睛一亮，兴奋地接过黑卡。哼！秦逸成瞬间怒了，洛青青，你这个肤浅又庸俗的女人，怎么一张黑卡就可以让你离开我哥啊？我哥难道还不如一张黑卡吗？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哥啊？洛青青眨巴着自己的卡姿兰大眼睛，不是你给我黑卡让我这么做的吗？谢谢啦，小叔子。洛青青宝贝似的把黑卡塞进自己的包包里，我虽然不缺钱，但谁会嫌弃钱多呢？是吧？就在秦逸成气得爆炸的时候，房门从里面被打开，毫无疑问是秦时宴出来了。他此刻穿着一身黑色的英俊大衣，因为喝酒和劳累了几天的缘故，眼眸是深邃的暗红色，看着虽然有些疲倦，可那张鬼斧神工的帅脸任何时候都有蛊惑人心的魔力。亲爱的，你终于回来了。洛青青立刻飞扑进秦时宴的怀里，他扑得猛，秦时宴有些猝不及防，更是条件反射的往后退了2步，可是手却非常诚实的稳稳地抱住了他。感受到女孩身体的温度和体香的时候，秦时宴觉得自己才重新活过来了一般。宝贝儿，我想死你了，你想我了吗？女孩抬眸，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秦时宴一时并没有说话，好像魂魄还在归位。突然，女孩嗅了嗅可爱的小鼻子，酒味儿，宝宝，你喝酒了？秦时宴木讷的点头。女孩刚才一连几个亲密的称呼，已经把他喊懵了。洛青青不满的嘟囔，以后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不准喝酒。秦逸成瞬间就想破口大骂，这么无理的要求他也敢提？做生意的男人哪有不喝酒的啊？可秦时宴却问为什么？洛青青理直气壮地说，你要是酒后乱性了怎么办？我不在你身边，那不是便宜了外面的小妖精了吗？不会，秦时宴说的认真。可洛青青不是那么好打发的，你前几天就酒后乱性了我不相信你了。秦时宴顿时无法反驳了，秦逸成却顿时觉得天都塌了。我滴个老天爷啊！我刚听到了什么？我冰清玉洁天神一样的哥哥，居然被小妖女给玷污了啊！我哥哥不干净了！秦时宴一个眼刀过去，秦逸成瞬间吓得捂住自己的嘴巴，在心里继续哀嚎，他哥不干净了，怎么破？你搬过来了？秦时宴看着对面的门，对啊，洛青青打开房门，牵着秦时宴去了自己的房子，炫耀着自己的装修成果，我都搬过来好几天了，怎么样？我布置的还不错吧？是不是很有家的感觉？家？其实秦时宴很早就给他准备了一个家，那个庄园都是他按照他的喜好亲自布置的，他曾经带他去过一次，可那次他们
们却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事情。冷景晨一个电话过来，他就要死要活的威胁他都要离开，从此连他自己都没有再回去过。洛青青牵着秦时宴参观了一下自己的家，然后突然丢下秦时宴，匆匆跑去了厨房里。哎呦，要死了，我炖的汤快要熬干了。他一脸期待地看向秦时宴，你吃饭了吗？我知道你今天回来，特地给你炖了你爱喝的番茄牛奶汤。你丫的居然又做饭了！秦以诚瞬间开启1级戒备状态，这次连一向稳重的许文都启动了战备状态。没办法，肌肉记忆了。青青小姐做菜那是要人命的啊！洛青青嘴角一抽，你至于这样吗？怎么不至于？我哥哪怕有10条命也扛不住你造啊！洛青青看着秦时宴，心虚又不好意思的挠挠头，我之前是故意的，结果秦时宴那傻子居然还真给吃了。其实我厨艺很好的，我呸！就你那破厨艺，你也好意思吹好？你还要不要？秦以诚话还没有说完，就被秦时宴拎住肩膀丢了出去。我知道洛家是开酒店和做餐饮的，洛家菜在全国都是赫赫有名的，洛父又只有洛青青这一个亲生女儿，从小就培养了她一手好厨艺。秦时宴之所以让她做菜给她吃，是因为看到洛青青总是给冷景晨做饭熬汤，他真的很羡慕嫉妒，所以他威逼利诱她给他做饭吃。结果这小冤家把他往死里整。洛青青把自己做好的菜端上餐桌，知道你爱吃牛肉，所以我炖了番茄牛奶汤，这清蒸鲈鱼和松鼠桂鱼我记得你也很爱吃。洛青青给秦时宴夹了过去，你快尝尝嘛，还真都是我哥爱吃的。秦以诚不解，这些菜都挺费时费力的，那你刚怎么从外面回来的？你不会是找酒店订的，假装包装一下吧？洛青青不雅又无语的翻了一个白眼，我刚是出去丢垃圾的，你没看我是空手回来的吗？再说我手艺可比酒店大厨还要好，你就吹吧你。秦以诚抬头指着天花板，看到没？你在地上吹，牛在天上飞。结果下一秒，当秦以诚夹了一块清炖牛肋条放在嘴里的时候，他瞬间亚麻呆住了。我操，这也太好吃了吧，真香！秦以诚也不顾自己有没有被邀请，瞬间拿起碗筷干起来了饭，喉咙正在吞着一块，嘴里还正在吃着一块，碗里还放着一块，筷子正夹着一块。旁边的秦时宴看着自己的弟弟，浑身杀气都散发出来了。许文赶紧戳了吃的腮帮子都鼓起来了的秦以诚一下，三少干嘛呀？别打扰我吃饭，这真的太好吃了，好吃的我都快哭了。许文默默腹诽，你再吃下去，你哥就要真的把你揍哭了。他佯装咳嗽一声，三少，我们该走了。我不走，我怕这小妖女把我哥吃了，你再不走，你哥就要把你吃了。最后许文将不甘心的秦以诚拖走了，房间里瞬间安静了很多。洛青青见秦时宴的饭快吃完了，又给他盛了一勺，好吃吗？一般。哼，洛青青撇撇嘴，这死傲娇。秦时宴，这种时候你要说非常好吃。秦时宴看了他一眼，点头，非常好吃。见洛青青不说话，秦时宴皱眉，你生气了？我不是按照你说的说了吗？看吧，他以前不待见秦时宴不是没理由的，这货智商200，可是情商为负，很多时候他气不过，骂也骂不过，他脾气一上来他就上手了，结果被媒体拍到过好几次，于是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不和，是见面就要干架的死对头。秦时宴突然问，你给冷景晨做饭的时候他是怎么夸你的？洛青青瞬间一口心头血都要喷出来了，这个问题是这个时候该问的吗？洛青青伸手揉了揉眉心，秦时宴，你知道以前我们为什么总是一言不合就要吵架吗？秦时宴放下碗筷，因为我骂你是蠢蛋。洛青青心累了，秦时宴却说得很是认真，可你本来就蠢。洛青青他忍，他皮笑肉不笑的咬牙问道，那我蠢你还喜欢我？秦时宴板着一张脸，淡淡开口，谁说我喜欢你了？是吗？就在洛青青还想说什么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秦时宴和洛青青都同时脸色一变，这么晚了，谁会来找他？